被历史潮流淹没的无敌舰队。机动战士高达 The Origin 设定和剧情解说第9集赤色彗星的诞生上。萨拉米斯级宇宙巡洋舰是联邦军装备的一款大型宇宙战舰，该型宇宙战舰是联邦宇宙军的主力作战舰艇之一。从 UC0060 年开始装备以来，萨拉米斯级巡洋舰广泛部署在各个宙域当中，特别是自 UC0070 年的军备强化计划实施了以后，使得萨拉米斯级的装备数量迅速攀升，其在联邦军宇宙舰队当中的数量占比，甚至要超过其他各类型的作战舰艇之和，这让宇宙居民的印象当中，萨拉米斯级成为了出镜率最高的舰艇，其曝光率都要比以勤务为主的护卫舰高。不过由于联邦宇宙军对待宇宙居民的态度长期都是过于蛮横且粗鲁，所以萨拉米斯级基本给人都不是什么好印象。虽然口碑已经一落千丈，但并不妨碍萨拉米斯级是一艘性能优秀的宇宙战舰，其速度快、火力强的特点可以迅速调动前往压制对抗联邦的武装势力。基本上大多宇宙势力拥有的武装，其火力水平都够不到萨拉米斯级，所以萨拉米斯级就像是压舱石一样，维护着联邦的秩序稳定而不被潜在势力挑战。如果进行的是大规模级别的战役，萨拉米斯级可以在短时间内调转方向变换阵型，其反应能力在大型作战舰艇当中十分突出，这对在以列阵进行炮击对轰的战斗中相当有利。武装上萨拉米斯级同样也十分强大，全舰总共装备有6门麦格粒子加农炮，分别部署在侧面和甲板前后这几个位置。炮塔采用的是单炮管设计结构，因而单次射击的攻击威力不算很强，但射速不低，持续输出攻击的破坏力十分巨大。而在正面炮塔后方位置设置有8联装导弹垂直发射系统，来用于加强萨拉米斯级的远程火力打击能力。除了这个位置之外，在侧方朝前的炮塔后方位置还各设有一座6联装导弹发射装置，作用跟前面提到的导弹垂发系统一样，3座导弹发射装置可以一次齐发，由此对敌形成饱和攻击，增加打击效果，并且在舰体正面还有8管大型导弹发射装置，从外观上看起来就像是潜艇的鱼雷发射管一样。其配备的导弹口径十分庞大，攻击威力基本等同于大型鱼雷，十分适合用于打击舰艇之类的大型目标。然后就是萨拉米斯级的防卫武装，一共装备了8门双管防空机炮，该武装通过在近距离的范围内形成弹幕，来为萨拉米斯级构起严密的火力防护网。虽然火力足够摧毁宇宙战机，但在面对带有装甲的机动战士时将难有作为，所以在卢姆会战当中吃了大亏。还有一个比较令人诟病的地方，那就是萨拉米斯级的舰桥过于显眼，很容易就被对手针对进行攻击，尤其是在机动战士投入作战了以后，舰桥极易被攻击的弱点被放大，这让具有强大装甲防护的萨拉米斯级变得脆弱不堪。为此，后续建造的新型战舰如何防止机动战士靠近成为了重要的改进方向。而舰桥内的整体布局，萨拉米斯级基本延续了水面舰艇的设计，其舰桥内的人员位置分别是舰长、舵手、通信员和领航员，整体占据的空间并不大，所以一般情况之下，舰桥被远距离攻击命中的几率其实不高。而后续随着战斗变得日益复杂，新战舰的舰桥逐步走向了复式结构的设计，由此来容纳更多子系统操作的人员，从而方便舰长对战舰进行更加精细化的指挥。而在萨拉米斯级舰体的底部还配备有航天飞机，来承担萨拉米斯级的接驳需求，除了用于往返殖民星短距离的航行需求之外，遇到紧急情况时也会用来发挥救生艇的作用。最后剩下的就是底部设有多个起落架，方便萨拉米斯级进入宇宙港或基地里进行停靠。虽然是舰用的起落架，但作用机制跟飞机使用的起落架一样，在起飞航行的过程中也会将起落架收入船体当中。除了萨拉米斯级这1型主力战舰之外，联邦宇宙军还装备了另一个体积更大的主力舰，也就是麦哲伦级宇宙战舰。为了方便快速建造，联邦将麦哲伦级等宇宙战舰的建造场地都放在了南美位置的加布罗基地。当战舰完成建造需要部署到宇宙的时候，就可以通过增加火箭助推器送到太空即可。可以说，加布罗基地是联邦军的核心所在，以至于吉翁不惜以大量平民生命为代价，也要往地球上砸殖民星，以此毁掉加布罗基地。只有这样才能摧毁联邦的战争潜力，来使吉翁有机会全面取得战争胜利。所以在这之前，为了应对吉翁势力的崛起，联邦军便早早建造了麦哲伦级这1型战舰。该舰在定位上比较接近水面舰艇的战列舰，所以能明显的看到，在舰体上装有7座巨大的双管麦格粒子炮台，这其中舰
舰首上下2个位置的炮塔体积比较庞大，属于是麦哲伦级的主炮，其炮管的口径比较大，输出威力强，包括有效攻击距离相较于萨拉米斯级均上了一个台阶，这就使得麦哲伦级就如同过去的战列舰一样，主炮一次齐射就能给予对手极为震撼的打击，所以当战列舰的炮口指向对方的时候，就能对敌形成威慑，施加影响。同时，麦哲伦级也在差不多相同的位置安装了8连装导弹垂直发射装置，来用于加强对敌的火力打击，而且底下还带有供弹系统，在每次齐发完成了以后，下一波导弹就会短时间内完成就位，进行下一轮的打击。由此可见，麦哲伦级能搭载的导弹数量已经是相当于水面舰艇中万吨级别的武库舰，包括舰体侧面还内置了4管导弹发射装置，数量比萨拉米斯级的少。在使用的过程中，会配合主炮的攻击节奏对敌进行打击，其打击效果不比主炮攻击逊色。而在另一方面，麦哲伦级配套的火控系统和探测系统性能均比萨拉米斯级的要强，这样就能利用麦哲伦级主炮有效攻击距离远的优势，来对敌进行较为精确的炮击，于是自身的火力打击效能也就由此得到提升。防御上的武装也是跟萨拉米斯级一样，在麦哲伦级战舰上共装备了16门2管防空机炮，虽然数量上要比萨拉米斯级的多，但防护水平并没有质的提升，所以在遭遇到机动战士时，防御上的表现同样也是显得比较无力。虽然麦哲伦级的装甲防护比萨拉米斯级要厚实得多，但也经不住持续不断的轮番攻击，于是一场卢姆会战让这个从 UC0070年军备强化计划诞生的舰艇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灾难。原本是拿来应对吉翁紧张局势的麦哲伦级战舰，反而被对方的机动战士降为打击。可以说，这一次武器装备的发展进程，联邦失去了先机，并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然后除了麦哲伦级和萨拉米斯级这2型战舰之外，联邦宇宙军还投入了新型宇宙护卫舰勒班陀级，该舰于 UC0079年投入使用，其整体造型看起来与萨拉米斯级比较相似。如果从另一个角度上来看，勒班陀级属于是缩水版的萨拉米斯级，但武装数量却十分丰富，战斗力比一些殖民星的护卫舰艇要强。这其中的主要攻击方式，除了在舰首位置安装的1门麦格粒子炮之外，在舰体周围还部署了1圈的导弹发射装置。这些导弹发射装置分别是在舰体前方位置的6管导弹发射装置，舰桥前后位置的2座10连装导弹垂发系统，舰体两侧的8座多管导弹发射槽和2座6连装的导弹发射装置。然后这些不同位置的导弹针对目标和应用方向都有所不同，整体而言已经相当于水面舰艇里的导弹驱逐舰，一次齐射输出的火力极为壮观。这里面就包括了针对机动战士的防空导弹，该导弹能对机动战士造成一定的威胁，在一定程度上补强了联邦军的防御能力，所以勒班陀级可以伴随主力战舰进行作战，来为舰队承担区域防空职能。不过能够起到的作用极其有限，特别是在卢姆会战当中，吉翁机动战士的速度已经达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地步，勒班陀级发射的防空导弹很容易就被规避掉，而剩下的武装便是6门双管防空炮，用来进一步加强勒班陀级的进防能力，然后配合防空导弹构筑由远到近的防空网络。作为1年战争时期才投入的新锐战舰，联邦宇宙军确实希望勒班陀级能像水面舰艇里的盾舰，来承担整个舰队的防空职责，对抗吉翁的机动战士，但最终还是因服役数量没跟上战争进度，勒班陀级没有发挥出多少作用。除了勒班陀级护卫舰之外，联邦宇宙军还对另一款宇宙舰艇进行了改造，改造的目的也是为了应对吉翁机动战士的威胁。这款舰艇便是哥伦布级宇宙运输舰，原先用于负责运输各种物资补给的辅助型舰体，在经过改进了以后，变成了搭载各型宇宙战机的空天母舰。这个做法跟以前用商船改装成护航航母有些类似，这样就能以较短的时间内获得航母进行作战。因此哥伦布级运输舰也是如此，主要就是把两边的货柜改成了机库和飞行甲板，并相应增加了弹射器和引导设备，然后再按照海军的航空母舰运作方式来完成对宇宙战机的放飞和回收作业。为避免两种作业互相干扰，放飞和回收都不会在一艘舰艇上进行，所以通常会让多艘运输舰分开进行不同作业，或者让返航的战机进入待命状态，等到放飞作业完成后再进行回收。另一方面，由于哥伦布级没有武装进行自卫，因此极易遭到敌方的攻击，非常依赖舰队提供的防护来保障自身安全。一旦被敌方突破防线，哥
哥伦布级护卫舰将会十分的危险，必要时携带的战机要及时出击，承担防卫职责。其携带的战机类型不多，基本上是型号为 FF-3F 的剑鱼宇宙战斗机。该型战斗机虽然主要在宇宙空间中进行作战使用，但也具备在大气层中飞行的能力，属于是名副其实的空天两用作战机型。其开始服役的时间也是 UC0079年。由于之前投入的史诗战机攻击力太弱，在吉翁的机动战士面前完全不是对手，使得联邦宇宙军加紧研制新型战机，用来代替史诗战斗机去对抗吉翁的机动战士，可能是比较紧急的关系。鉴于是先后出现了2款在外形上不太一样的机型，而差别的地方就在于机头，其中一款的机头比较长且造型圆滑，而另一款机头比较短且造型比较棱角分明。同时在机头位置的机炮数量有所不同，左边这款战机射了2管机炮，而右边的是机头两侧加底部共有8管机炮。额外装备的武装基本一样，没有区别。机身和机腹位置可随时加装3连装导弹发射装置，在利用鉴于是机动速度快的优势后，就能抵近敌方大型战舰，迅速完成锁定。紧接着几乎一瞬间的功夫，就能把导弹全部发射出去，基本一个波次的攻击就足够击沉一艘大型战舰。因此鉴于是给吉翁带来了不小的威胁，使得吉翁在发现鉴于是后，都要优先找到联邦军的哥伦布级运输舰，然后派遣机动战士对其进行清除，化解威胁。尽管鉴于可以凭借自身的武装跟机动战士展开战斗，但自身没有装甲提供防护，比较薄弱。而且吉翁的 MS 上装备的流体脉冲系统，让 MS 在宇宙中获得了远超于宇宙战机的机动性能，所以鉴于是在与 MS 的对抗当中，也就不可避免的陷入了劣势。在出击以后，很快就接二连三的被 MS 击落，没能在与吉翁的战争当中起到力挽狂澜的作用。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这场战争当中还广泛应用了米诺夫斯基粒子，除了导弹之类的制导武器受到压制之外，包括索敌在内诸多探测手段也受到了广泛的影响，于是不得不依赖侦察机来满足搜索的需要。为此，联邦宇宙军利用鉴于是机动速度快的优势，在其基础上发展了侦察型鉴于鸭嘴兽，而作为侦察用的辅助机型，原先鉴于式的武装系统都进行了移除，在流出空间后都安装了各型电子设备。为了容纳更多电子设备，提升探测性能，相机头位置因过于狭小，还得进行加大，所以使得侦察型鉴于式看起来就像是鸭嘴兽一样。包括这个位置的空间也进行了利用，可以说每增加1点探测和通讯能力，就能在布满米诺夫斯基粒子的环境中，让己方部队多1分战场生存几率。同时将原来的单座驾驶舱改成了双座，方便增加1名成员来负责电子系统的操作。其他的在机身腹部位置还增加了一个保型容器，作用跟战斗机的保型油箱一样，用来提升航程，从而提升探测范围。不过侦察机并不能做到万无一失，在敌方释放强干扰的情况下，通讯系统还会受到影响，所以侦察机未必能够将探测到的信息及时传达出去。因而联邦宇宙军的舰艇上还带有光学探测设备，来用于在米诺夫斯基粒子影响的环境下，维持有限的探测能力进行作战。这个时候情报是否及时有效，就很有可能影响到整个战局的走向。而卢姆会战当中就上演了这样的一幕，当时多兹鲁扎比正在率领吉翁主力舰队与联邦宇宙军的提安姆舰队展开了战斗，但是在战役开始后没多久，吉翁主力舰队便制造了进攻不顺逐步后撤的假象，以此来吸引联邦军的提安姆舰队向前推进。于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吉翁主力舰队开始向联邦宇宙军第1、第3舰队转进，并释放了米诺夫斯基粒子，隐藏掉了自己的行踪，就这样消失在了联邦军提安姆舰队的眼前。接着吉翁的主力舰队趁机重整队形，然后采取隐蔽前行的方式，前往联邦宇宙军主力第1、第3舰队所在的位置，与机动战士部队会合，对其进行围歼。但在途中遭遇到了联邦军的鉴于式侦察机，为了防止提前暴露自己的行踪，吉翁的主力舰队没有理会这架侦察机的存在，仍旧继续加速向联邦宇宙军的主力舰队前进。结果正如前面所描述的那样，联邦军的侦察机在强干扰的环境下无法进行通讯，不得不赶紧进行返航通知己方主力部队。为了防止对方进行跟随，联邦军侦察机先是脱离吉翁舰队后再进行返航，避免航行轨迹暴露己方主力位置。
然而吉翁早已掌握了联邦宇宙军主力的确切情报，所以等到侦察机赶到的时候，吉翁主力舰队和 MS 部队已经展开了战斗。联邦宇宙军的主力舰队短时间内就损失过半，全军已陷入了一团乱麻，无法重新组织进行指挥。最终，联邦宇宙军主力被歼灭，最高指挥官约翰亚伯拉罕雷比尔将军就这样成为了吉翁的俘虏。而另一边的联邦军提安姆舰队虽然已经前进到吉翁公国的腹地，但受到己方部队主力被歼灭的冲击影响，便放弃了进攻吉翁本土的念头，选择了撤退。于是这场规模浩大的卢姆会战便到此结束。